马哥，肾癌是新加坡男性第7大常见癌症哎。哎，是的。那么在本地呢，患上肾癌的病患每年都增加到2%到3%。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好好了解肾癌。贫血、尿血、背痛都是症状吗？风险又有哪一些？除了扫描，还有什么其他诊断方法吗？中医治疗原则是什么？哪一些食疗是有帮助的？医师还会传授功法，帮我们固肾强腰，以及患者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通通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马哥，你说人没有肾还可不可以活下去？开玩笑，这种是要问题吗？我当然懂啊。那答案就是，答案是我今天不会告诉你，我要问2位嘉宾，看他们到底懂不懂。好，那欢迎今天的嘉宾帅爸爸苏志成，还有杨志龙，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泌尿专科陈乔烨医生，欢迎。Hello， 来，请坐。来，医生请坐，2位小帅请坐。哇，想请问一下2位，如果一个人没有肾，还能活下去吗是一个没有还是2个都没有？ ？2个都没有，应该是可以吧？应该是可以。那志龙呢有一个可以，如果2个都没有就不可以。 ？OK，那请问一下陈医生，如果一个人真的没有肾，能够活下去吗？如果一个人没有2粒肾，对，那不能生存。 Yes，为什么？我们的肾是制造尿液，如果没有肾就不能制造尿液，不能排除身体的多余的水分，就不能生存了。一个还可以，对不对？对，如果说有一些人他有肾病的话，2颗肾都没有办法起到作用，那该怎么办？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发明叫做洗肾机。经过这个洗肾机呢，我们可以排除多余的水分，这样就可以继续生存。好，明白。那请问这个肾癌有哪一些症状？初期的肾癌是没有症状的，可是比较后期是或者肿瘤太大，那有3个典型的症状。第一，血尿，血尿，我们肉眼看得到的吗？有时候看得到，但是很严重了。大部分呢就是肉眼看不到，我们叫做隐血，就是我们做那个尿液检测的时候呢，看到红血球。那个是要检测，所以要检测检验的时候才看得到。对，那还有呢？在这个侧面这边呢，有腰痛，侧面或者从后面，有时候转移到前面，就痛。这种痛呢，通常是一直痛。OK， 那还有吗？还有其他症状？肿块，肿自己摸得到。哎呀，为什么有生肿块？是硬的。当然，如果肾癌已经转移到肺部，那可能呼吸有困难转移到骨头呢，可能有骨痛。转移到脑呢，可能就中风啊，或者头痛。所以通常2个肾都会一起患癌吗？当然有可能，可是这样的情况很少见。是大多数是治疗之后呢，可能几年后，另外一边再有另外一个肾癌。这是因为基因的突变，所以另外一边的肾突然间又长了。有几年后的事情。几年后的事。OK， 那有哪一些风险因素呢？增高风险的包括年龄越高，患肾癌的可能性比较高。几岁到几岁？大概50到70岁。最近我们看的比较更年轻的几岁？40多都有啊，30多也有。OK， 除了年龄之外，还有家族史。OK， 家族史。还有男性比女性患癌的可能性超过2倍。2倍啊！那其他因素，比如说基因突变也有可能。基因突变，肥胖抽烟者。OK。那肾衰竭的病人风险会不会比较高？是的，晚期肾病，或者长期洗肾的患这个肾癌的可能性更高。所以不能开玩笑，对不对？那如果说是血压高呢，会不会造成这个肾癌？也会。如果一个人的血压越高，是患上肾癌的可能性越大。但既然说初期的话，他没有症状，对，那病患怎么知道他患上了这个肾癌呢？对，他可能就是没有病状，可是去做常年的体检，是发现到尿里面的尿液有红血球或者呢有时候是偶然间发现的，他们可能是去做肝脏的超声波检查，或者脊椎骨的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到肾为什么有长了肿瘤？那如果怀疑自己有肾癌的话，要怎样进行诊断？最好是做一个 CT 扫描，或者是 MRI 扫描，
两个都是同样的准确性，准确度可以去到将近180%了。哇这样很好哎。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医生呢，也有带这个超声波仪器来，有谁想试的我推荐他。 ？OK， 好，那这边有好不好？对，好不好？来，这是超声波仪器。现在我要帮 Ben 检查他的肾有没有生肿瘤。哇，紧张了。首先我们检查的右肾，测量它的大小、长度。它的肾的长度10.6公分，这是很正常，平均是10到12公分。OK，看我们的体格比较高、比较大，肾会这就比较大。然后现在我测量那个厚度，肾的厚度比较薄的话，那可能那肾有点萎缩，它的肾功能比较差。我的厚不厚？对，正常。然后现在我是看他的肾里面有没有肾积水啊、肾结石啊，有没有肿瘤，都看得出。OK， 收发右边那颗怎么样？没问题。 OK， 哇， OK， 我们现在不要检查高兴，不另外一边要高兴。 All right, man. 还有左边那颗还没有 check， 还有左边呢。对，一样的，我们来看这个形状是不是正常的？左边的肾好像比右边的大一点点，这个不用紧了，不要担心了。里面看起来没有结石，没有肿瘤，也没有积水，所以你的肾看起来很正常。所以总的来说，2颗肾都没问题。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好，那我们继续去了解这个肾癌的问题，好不好？好，来，说到肾癌啊，要怎么样分期？肾癌在第一期的时候呢，肿瘤是在肾包膜里面，长度呢少过7公分，那少过7公分是第一期，那它的治愈率是多少？治愈率很高哦，5年的存活率，98%，哦10年的存活率85%，其实很好。第二期呢，肿瘤还在肾包膜里面，可是它的长度超过7公分，那治愈率就比较低了。低一点点，可是治愈率还是很高。 OK，第三期呢，肿瘤呢已经侵略到肾周围的脂肪或者肾静脉里面，那5年的存活率是下降到58%。哇，一半。第4期的肿瘤呢，已经扩散转移到肺、骨头、肝脏，对，甚至脑部，哇，那个就很严重了。那治愈率就很低了。很低了。哇，那么其实真的是早发现、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说的没错。那我们广告过后，还有中医师加入讨论。我们稍后再见。欢迎董晶晶中医师加入今天的讨论。是，那想请问一下这个医师啊，是怎么看这个肾癌的？中医认为呢，产生肾癌的原因有3个方面。那第一个方面呢，是跟房事太多有关系，会损伤肾脏。是。第2个方面呢，是和年老体衰有关系，那就会造成肾气的不足。那第3个方面呢，是和感受外邪有关系，会造成湿热侵袭肾脏。这3个原因呢，造成肾气的虚弱，然后日久呢，就会产生气滞血瘀。那么气滞血瘀，它会在肾里面形成一个结块，这个结块呢，就是形成肾癌的一个原因啦。那有哪一些症状？在中医呢，比较看舌象和脉象。 OK 那么从这个舌苔上来看呢，在早期会出现这个舌苔会比较黄腻到了中晚期呢，它的舌苔呢会出现焦黑的舌苔焦黑是的。到了疾病的后期呢，这个舌苔就会出现没有苔、光滑的，我们叫镜面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有没有可能从脉象那边发现到这个问题？是的，我们也是通过脉象来看这个肾脏的它的虚弱程度那把3个手指放在寸口的位置。这个第3个手指的位置呢，我们叫尺脉。尺脉的位置呢是对应肾气的当我们觉得这个位置呢脉象跳动是非常弱的，或者是你摸不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肾气弱的一个表现。就是说你肾出现了问题，对不对？对。好，明白。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这个肾癌的康复者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掌声欢迎他，好不好？来，欢迎邦田，欢迎。来，请坐。邦田，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说你是怎么发现，是出了什么症状呢？没有任何症状去年5月的时候，是我在我老婆多次坚持一下，让我去做了个体检。
体检医生去 review 的时候就告诉我肾上长个东西，让我去做 CT scan， 然后照 CT scan 之后发现那个肿瘤大概是3公分，是属于第一期肾细胞癌。哇，所以你看，你的老婆真的很细心，听老婆的话是对的。对，就没错。是的，我也是非常感谢她，我就跟她说，莫名其妙的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她帮我拉出来了，对不对？哇，好感动这句话。那后来你有马上安排去做治疗吗？是的 ，CT 结果确认之后，就是马上联系医生，托朋友联系医生，然后联系到陈医生，陈医生就马上帮我安排了手术。哇，那你老婆当时不是很担心吗？是啊，她非常担心，晚上都睡不好觉。有一次晚上我迷迷糊糊的听到她在半夜在哭。哎呦，那家里有小孩吗？有2个小孩，儿子9岁，女儿5岁。去看陈医生的时候，他们2个跟我一起去，儿子当时就眼泪哗哗的流，女儿。在那段时间，有一天我们发现他头上长了个白头发。5岁长白头发，担心啊！是，我问他为什么，怎么会有白头发？他说很担心。哇，真的很感动啊！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病啊，有些时候就是也会让家人也辛苦了，对不对？是，所以一旦生病，不仅仅是自己，其实家人也是带了很大的痛苦。对。那手术后有做什么化疗吗？没有。完全没有，不需要，没有。哎，医生，为什么手术后不需要做化疗？对，它是早期吗？第一期，只是做手术，不用再做其他的治疗。OK。那手术之后，你的伤口需要多久才复原啊？第1个月，因为伤口还没有长好，所以会有一点痛，还不能提重的东西。大概3个月之后，就基本上恢复正常了。那现在还需要回去复诊吗？现在还需要。2个月前还有去做一些检查，这个 CT scan，然后一切都好的。后面就是可能半年再去检查一次。是，所以像这种检查要维持多久？最少10年吧，每6个月回来做检查，我们检查那个肾，然后看肿瘤有没有转移到肺部，所以要做一个肺的 X 光。那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中医师吗？如何减少这种癌症的发生呢？刚才医生有提到，这个很大方面其实跟基因有关系了。是，其实我们蛮担心我的小孩的。在预防方面呢，我认为这个饮食起居、生活环境这些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饮食的时候少喝冷饮，其实冷饮伤脾胃也伤肾，少吃盐，因为那个盐呢是咸的，它是入肾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情志的问题，情绪管理很重要。很多癌症的病人最初都是跟情绪有关系的。那这次的经验有给你什么感悟吗？最大感悟就是要善待身边的人，尤其是和自己患难与共的另一半，然后对朋友、对邻居好一些，因为最艰难的时候帮了很多忙。那今天你跟我们分享这一些，我们也真的是获益不浅了。非常的感恩，非常的谢谢。那祝你一家大小幸福、安康、快乐，好不好？好，谢谢邦田，谢谢。那医生治疗肾癌有哪些方法？手术，那是第一线的治疗方法。因为肾癌呢，它不会受到化疗或者放射性治疗的控制。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就是切除这个肿瘤的时候呢，我们能不能保留那个其他部分的肾脏？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部分切除。单单把肾癌包括周围的一点点正常的肾的肉，切除掉，就保留其他没有影响到的肾。如果肿瘤太大或者位置太过的中央，我们没有办法保留那个肾，那就整个肾脏要切除掉。听你这么说，手术应该有好几种。对，第一我们可以做这个开放性、传统性就是开大刀、开腹肾很深嘛，所以那个切口是很长、很痛。做完手术之后，病人有急痛，复原期也是很长。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越来越少了。我们做的是微创的手术。我们用这个特别的刀具，经过3到4个小切口，我们就可以把肾脏跟肿瘤一起切出来。这是2D 影像。OK， 比较容易做。是，如果那个肿瘤是比较小，我们要做部分切除，那么我们就要用 robotic surgery， 就是机械人手臂的手术。这是 3D vision 影像，在最尾端那边呢，它的可以移动可以移动，很灵巧，可以左右移动是 robot 的手嘞，robot 很灵巧，所以很复杂的手术都可以做。
但是这个切口就要可能比较大一点，对不对？只是大了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啊。最后呢，还是要有一个切口，是足够那个肿瘤取出来。就把它拿出来。对。 OK。那比如说，如果健康有问题的不能动手术的病人，那应该怎么办？如果在早期的话，单单做手术就足够了。可是如果第3期、第4期的话，还要经过靶向靶向治疗，甚至免疫疗法。黑米呢是有补肾的作用，黑豆呢它是有这个补肾的功效之外呢，还可以治疗自汗盗汗。我们用双手握空拳来扣打我们的肾腧穴。那比如说，如果健康有问题的不能动手术的病人，那应该怎么办？我们有冷冻的消融治疗，一个是电烧的消融治疗，这是经皮的，就是用 CT 或者扫描来把针穿进去肾癌里面，然后就用冷冻或者电烧消融这个肿瘤。可是像这种，它的复发率会不会很高？因为你毕竟没有把它切除嘛。对复发率会比手术来的比较高。复查的时候呢，会比较复杂，因为手术做完之后已经没有肿瘤了。对，我们只是看肿瘤没有复发或者转移到其他地方。是，如果你用消融治疗的话，那肿瘤还存在，所以你做那个 CT 啊这些会比较复杂了。因为没有办法，它不能动手术。对。那像是那种动完手术过后，有没有什么要 follow up 的治疗要去做？如果在早期的话，单单做手术就足够了。可是如果第3期、第4期的话，还要经过靶向治疗，甚至免疫疗法。OK。那在中医，我相信应该有食疗法，对吧？是的，所以今天有带来吗？食疗？有带来。好，让我们马上就去品尝一下，好不好？好，来。这个黑米淮山枸杞粥有哪些食材呢？有黑米，黑米呢是有补肾的作用，健脾的功效。黑芝麻呢是有补肾，还有乌黑发、润肠的这样的功效。黑豆呢，它是有这个补肾的功效之外呢，还可以治疗自汗盗汗。谢谢。枸杞子呢可以补肾，淮山呢可以补肾健脾。那是怎么煮这个食疗的呢？水泡1个小时左右，然后呢放在锅里面用大火煮给它煮开。煮开之后呢，再用这个小火一直煮到这个粥烂或者粥熟，根据个人的口味。那我这个粥呢是用那个沙包慢炖锅煲了5个小时。5个小时，难怪口感这么好，对不对？我觉得很清甜的。我都是天然的味道，我非常喜欢。虽然它味道是很微微的，不是那种很重口味的，但是我就喜欢整个食材自己的自身的那个美味的那个味道。非常棒。那除了这些食疗之外，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吗？主要是在肾癌患者的术后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减少副作用。我们采取的方法呢，主要是对症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有贫血。那我们就采取一些补血呀、补气呀这样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可以应用中药的方法，可以应用针灸的方法，还有扣打的方法，还有功法。那有哪一些中药是经常会用到的？我们经常用到的中药呢，就是有一种攻邪的中药，白花蛇舌草、鱼腥草，还有半枝莲这些中药。那还有一些中药呢，是根据患者的体质辨证论治啦。那针灸也是为了减轻这个症状吗？是的，针灸呢，我们通常是取一些补肾的穴位和补气血的穴位。OK。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扣打的方法。就是呢，我们用双手握空拳来扣打我们的肾腧穴。那么肾腧穴在哪里呢？它就是在我们掐腰的时候，这个拇指的位置，大概拇指的位置。我做毛的。好的。这里吗？对，后正中线这个脊柱2侧的位置。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拳头扣打肾腧穴的位置。一次拍打多久？1天大概100次左右啦，在100次以上因为它要有一个那个动作的积累，它才起到作用。是。动作次数太少没有作用的。那如果有这个肾癌病人的话，他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肾癌的患者我们不建议用这个扣打的方法，就是避免对它刺激，避免对肿瘤的刺激。OK。那刚才我们的医师也听到这个功法哈，那我们就找个好的位置，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功法，好不好？好，来。这个功法呢是
把两手先放在肚脐的两旁啊，然后呢，慢慢向上推，在推的过程中呢，手可以翻转到头顶呢，手心向上，手臂用力向上撑起。接下来呢，把手打开，再身侧打开，回到腰部，一个护腰的动作，就是一个掐腰的动作。向后弯腰。这个弯腰呢，可以弯到你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啊，一个极限，对啊。接下来呢，再向前弯腰，通常我们到90度，然后呢，手随着我们大腿的后侧向下滑，一直滑到足跟部。哇，怎么到得了？觉得你就可以了以自己最大的极限是然后呢，从脚侧滑到脚前，接下来从小腿和大腿的侧面向上滑，是这个就是肾经的走形的位置哇，然后回来到肚脐部。那一次要做多少个？一天做10个。一天做10个，也看自己的喜欢，我们可以多做这样子。看自己的喜欢啦。这个功法呢，它有一个就是肾脏的这样的前后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过程所以有补肾固腰的作用。好，明白。那医生最后有没有什么小叮咛呢？很多肾癌都是因为经过常年体检的发现，所以应该继续的做这个体检。说得没错，所以身体检查是很重要的，赶快去安排一下。那当然，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就一定要有规律，那饮食呢一定要注意，那体现的小毛病你不去处理的话，它会变成大问题的。没错，再次要谢谢我们陈医生、董医师、苏志成、杨志龙，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我们下星期见，拜拜。